你印象里的光固化是不是都是外表细腻，但是都是极其易碎，换个地方摆可能都要轻拿轻放，甚至就摆在那儿没处理好，它都能自己裂开。之前我用光固化打印只能做这种手办类的模型，因为它的这个细腻程度是 FDM 取代不了的。但如果遇到一些结构件 DIY 的需求，直接默认就是 FDM。黑格最新推出了一款韧性树脂，能达到类 PVC 的效果。这要是真能行，那岂不是在家就能 DIY 一个真商品级的模型了？不再是只能看不能碰的易碎品了。正好最近在尝试制作一个斜挎包，用黑格这个 PAF10软质树脂同步做个测试，想做一个机甲风主题。建完模，先用 FDM 打印了一下，看看尺寸，也作为一会儿的对比，感觉没啥问题，开始光固化。这次设备用的是黑格 RS 以及固化清洗套装。打印我这个背包盖的这样超大尺寸模型，其实对于光固化来说还是挺难的。尺寸大，对应的横截面也大，重量又重，很容易被离型膜扯掉，导致打印失败。黑格独有的这个脉冲模块，能在模型脱离离型膜的时候，通过打入空气的脉冲振动，让模型能够更容易脱离离型膜，大大降低翻车率。外壳就这么顺利的完成了，真的是带弹性的材料，看这个支撑就非常明显，捏它也不会断，而像海绵一样被挤压以后还能恢复。接着把表面的结构件也依次打印出来。这也要说一下黑格很强的一点，一般的切片软件你是不能把两个模型上下重叠去打印的，在黑格这儿是 OK 的。这样我一盘就能打印出这么多模型，放到清洗箱里，选择清洗，完成以后只需要旋转旋钮，清洗用的酒精就会流到另一个盒子里，你就可以拿出模型了，放入2次固化机里。固化加烘干，5分钟出炉。背包还设计了一个粉色的装饰条，想使用透明粉 PAWW20，哪个猛男不爱粉色呢？对吧？这个材料用起来更方便，因为它是水洗树脂，打印完直接用水一冲就 OK。不过固化完透明度就没有那么高了，可以通过给表面喷光油来恢复它的透明度。刚才打印的装饰件也和 FDM 来对比一下细节，那把光固化的这些结构件也分成白色，组装起来 OK， 机甲风背包就完成了。我用剩余的 PAF10又打了一个小零件，咱们做个测试啊，直接在这扔一下，就日常这种跌落，完全没有事儿。来对比一下打印这两个包，外观来看好像没有太大区别，但如果以最终产品的形态来要求，看细节，那 FDM 最大硬伤就这些层纹了。以及涉及到底面支撑的部分，表面会非常不平滑。而光固化表面的细腻是它一直以来的优势，材料上坚韧程度上的提升，也让消费级光固化材料补齐了短板，实现让个人用户就可以直接以商品级标准去制作产品原型。之前用 PLA 的材料打印这个也是个盒子，像这个层纹处就很容易断裂。用 PAF10打印的材料，甚至比常规家用 FDM 打印的那些模型还要结实。你做的模型在后期保存的时候，安全性也大大的提升了。之前在做设计的时候，我可能先要用光固化做一个外观来看看。再用 FDM 来看看它的功能原型，而现在用 PAF10可以既看外观又看它的性能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。如果你对3D 打印创意也感兴趣，那欢迎关注一下，咱们一块儿交流。也希望能够点赞支持一下。咱们下期见。